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月饼是中秋节的象征，每到中秋佳节，我们都会和家人、朋友、亲戚围在一起吃月饼、喝茶、赏月亮，代表着团圆、和睦以及丰收。因为月饼又叫做丰收饼，每到临近中秋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做许许多多不同口味的月饼，以便于在中秋的时候和家人一起享用。只是一旦过了中秋，这些月饼我们又一时半会儿吃不完，那么该怎么保存呢？很多朋友最直接的选择就是将月饼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起来。其实这个做法是错误的。今天来给大家分享月饼的正确保存方法，放1个月还依旧新鲜好吃，并且口感依旧松松软软，香香甜甜的。首先我们取出家里面的保鲜膜，保鲜膜家家户户都有吧，我们都知道保鲜膜具有很好的保鲜作用。撕一小块下来之后，把月饼放在保鲜膜上，然后再依次将月饼完全包裹。在包裹的过程中，要一边包一边把保鲜膜里面多余的空气挤压出来，让月饼处于一个比较真空密闭的状态。平时不少朋友在保存吃不完的月饼的时候，直接将月饼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起来了。这样做的话就大错特错了。过上1到2天之后，我们再把月饼取出来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之前吃起来口感甜美的月饼，现在已经完全变味了，口感还发硬，非常的难吃。变味是因为月饼它是粉做的，所以具有很强的吸附性。将它放到冰箱里面的时候，月饼就会和其他食物的味道发生一个串味，会吸收其他食物的一些味道，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再把放到冰箱里面的月饼拿出来吃的时候，它的味道是怪怪的。因此在保存月饼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先用保鲜膜将它这样完全密封包裹起来，要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让月饼完全处于一个密封的状态。保鲜膜具有很好的保鲜以及隔绝的作用，这样就可以防止月饼和其他的食物发生串味了。全部包裹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几分钟时间就包满了一大盘，感觉有没有点像老式水果糖的包法？月饼这样包起来之后，也不能直接放到冰箱哦，因为这个时候的月饼并没有处于一个完全密闭的状态，只是用保鲜膜简单的包裹一下之后，可能月饼的表面还会有一些缝隙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行第2步操作，找一个保鲜袋，没有保鲜袋的话也可以用密封袋。接着依次将包好的月饼摆放入保鲜袋里面。有些朋友做的月饼比较大，甚至是吃过的，但是一下子没有吃完，扔掉又觉得可惜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保鲜膜将它以这种方式包裹起来。但是如果是咬过的月饼，在包之前尽量把我们咬过的地方用手掰掉，让它处于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，然后再来用保鲜膜将它完全包裹。包裹好之后，也同样放到保鲜袋里面。全部装满之后，我们将保鲜袋里面多余的空气挤压出来，这样一来可以进一步减少月饼和空气之间的接触，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延长月饼的保质期。确保保鲜袋里面的空气尽量完全排尽之后，我们抓住保鲜袋的手口处，给它绕上几圈，然后再打上死结进行封口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家里面没有这种保鲜袋的朋友，我们也可以用平时的食品购物袋，但是一定要确保购物袋是干净的，没有破洞的。这样打好结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起来了。直接放到冰箱冷藏室的话，一般可以保存1个月，
1个月之后我们拿出来吃，依然和新鲜的时候的一样，松软香甜，不发硬。如果在1个月之内吃不完的话，那么咱们也可以把多余的放到冷冻室里面冷冻起来。冷冻起来的月饼咱们放上1整年，它也不会变质，只是在吃之前就要稍微麻烦一点。吃之前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，用中小火烤上1到2分钟。烤多长时间还是要根据自家微波炉的脾气来定，不然的话烤的时间太长就直接烤成饼干了。学会了这个保存月饼的方法之后，今年你也就赶紧用上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加收藏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